Hello, everybody. 我不辛苦，你们辛苦了，喊了一晚上，然后这个在那个演唱会现场，很多朋友今天非常热情，非常热情，然后在演唱会现场特别的配合我，然后整场就是很开心，很热闹，没在现场喊的咋办？没在现场喊的，现在喊，现在搁家喊，可以吃火锅了吗？我就不吃了吧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我不吃了，吃完又要胖了。你们吃，你们可以吃，我就不吃了。在家喊有点吓人，那就别喊了呗。所以刚才那个人就是故意问我嘛，说那个现场没喊的怎么办？现场没喊就回家喊了。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包括无论是现场的也好，还有那个在家实时刷微博的这些朋友们，就在微博上找刘宇宁的这些朋友们，你们也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找了一晚上呢。我朋友说：“宁哥，你的头发像鸡窝。”不懂，跟你聊不了这种时尚的东西，就是要这种，就是那种颓废感啊，就是那种颓废感还行。没有，就是演唱会完事儿了，然后戴帽子啥的，然后我也觉得有点难受啊，帽子摘了，头发也没整理，没事儿，无所谓。要的就是这种反差。我直播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人整个人特别矬，特别矬。然后但是呢，就是工作室发一些照片呢，看起来就很帅气，像一个这个人模狗样的一个就是艺人嘛。但是日常跟你们接触的时候，就尽量越矬越好，拉的就是这种反差，哎，这样你们在看我的综艺也好看我的戏也好，就不会有那种重叠感啊。我故意的，我模仿戴米呢，戴米这种的，像个小铲车似的。我现在也是，我头发现在跟铲车似的，回酒店了啊，在酒店了。庆功宴没有，我让工作人员他们自己去吃饭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我有点累，所以就今天就不庆功了，没事。因为我们每次都基本都管饭，在我团队一般在我团队或者给我干活，基本都不会亏待的，我还算是个还可以的老板嘛，我基本都不会亏待工作人员的。有朋友耳朵怎么红了？害羞了。羞涩，非常的羞涩，现在不好意思了。
什么玩意儿？光的问题啊。那我回头可以给你打工吗？你现在不也在给我打工吗？你后面挂着铁粉，这不也给我打着工的吗？你现在也是刘氏集团的一名员工，刘氏商业帝国少了你就赚不了，你很重要，你很重要，朋友。我是钻粉，对，很多朋友是钻粉啊、铁粉啊、钻3粉、金粉啊、铁粉2、铁粉1、金粉2啊。行了，你是啥？我哪知道你是啥？自己看。有朋友大哥什么时候来广东开演唱会？有朋友说新粉重要吗？你不后面贴了金粉吗？你也不是新粉啊，你给我俩玩那种就是道德绑架。新粉也是粉啊，而且今年咱家多了很多新粉啊，今年去年都多了很多新粉，挺好的。有会儿累了吧？能不累吗？但是开心的啊，就是那种狂欢后的那种，那种也不是说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小孩儿啊，小孩儿，就比如像很多人去那个迪厅去摇头，去了咣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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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嗨完之后回到家之后特别安静的时候那个的自己，我现在就是那种感觉，然后呢，就是刚有朋友说，宁哥上来是这么好，是为了我们戒断反应，真好，也没有多好啦，就是想说，有很多朋友看完演唱会会有点失落，包括昨天看完的朋友也会有点失落。但昨天我要播的话，今天我怕演唱会就开不太顺利，只怕状态不好，所以今天就想说，你们可能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跟朋友聚会，或者跟咱家朋友们一块吃饭，或者正在回去的路上，你可以打开手机。然后看着我的直播，好像这个演唱会还没有结束，我可以陪着你，而且我现在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，陪着你聊会儿天什么的，这样你会很放松吧，有朋友一直在问我耳朵还好吗？今天我在那个我粉丝群里已经说了，你在问我耳朵好没好的朋友一定是没有进群，你是不是多单进不了群？你是多单吧？进不了群是吧？在群里说了，耳朵没事儿啊，没啥事儿。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脆啊。而且那个东西就是电子产品，电子产品啊，它是，就是因为我也自己做东西嘛，我家里也有声卡，声卡出问题这个东西很正常。再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声卡出问题这件事很正常啊，而且正常舞台上任何的事儿，在我这儿都小事儿，都小事儿，而且。对，而且他们也不是说不调试，反复调试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大清早上开始排各种，但是只要是演唱会一开，它整个装置一动，它有很多电上的东西，电这个东西是最不可控的。放了恒电器或者是稳电器，那都放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弄了，但是就莫名其妙就是有一点杂音，但也没事，我耳朵里声音很小的，我也就是不是那种可以伤害到你的音量，只是说你会吓一跳，要吓一跳啊，那也没有别的东西啊，不会伤到耳朵什么的，有朋友说，宁哥啊，你那个帽子抽奖送了吗？朋友们，拜拜，我下播了啊，心情不好，拜拜。
就因为那个朋友，我下播了，拜拜拜拜。真行啊！演唱会还有多少场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下一场是杭州，杭州应该也是2场，应该是3月份吧，我不知道，我这人属于什么呢？就是跟大家也因为闲聊天嘛，我就透露很多那个自己的一些工作习惯。我是那种，今天我在工作，我最多知道明天和后天干什么，我不想知道我后面陆续要干什么，大概知道后面有工作就是一个就可以了，但是我不想知道我后天具体干什么，或者是大后天具体干什么。因为我如果在我今天的时候，我知道了后天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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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脑袋就开始转了，脑袋就开始，因为我脑袋转的，就是总喜欢乱想东西，然后就会消耗很多的，就是那种的精力，有朋友说，那个演唱会无限循环吧，再开1年。你买票啊，再开1年。买，必须买。没有啦，这个朋友说，那个你说再开1年，那个网上那些发我那些剧粉希望我拍戏的那帮朋友们懵了，说什么呢？宁哥赶紧进组。那天我直播，那天我生日直播播完之后，回头刷到很多朋友的感慨，我当时就想笑，我觉得，我有的时候直播说的话呀。就有的时候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因为我没有稿，我没有要上来宣布什么东西，所以就没有什么稿，想到啥就说啥。然后，但是很多人嘛，就是不光是你们，很多人就包括一些，可能不是咱家粉丝，甚至讨厌我的人，看到我的说的话，好像就觉得我是在，我说的是什么这种就是新闻发布会，我宣布了什么东西没有啊？然后也喜欢对号入座，就觉得。没那么多那么严谨的发言，戏有好的肯定会接的，那不然呢？得拍戏啊！而且我是真的喜欢拍戏，否则我练台词，否则我没事还在群里发一些台词的东西是干嘛的？就是想拍戏了呀，否则我为什么还会在唱歌里加一段台词呢？自年幼我见之时，我便知道自己会是那娱乐圈的顶流。爱奇艺的尖叫男神，就是这种，就你知道吗？那我就你看看是不是？就说明还是想演戏嘛，只是说碰到好的剧本会想拍的。目前不是好的剧本，不喜欢的好的剧本很多，好的项目也很多，就是碰到我喜欢的我再接呗，不喜欢我的不开心，你们看着也不开心，也是吸取了
就是也不是吸取了吧，也是经历了很多才会想通一些东西嘛，才会想明白一些东西嘛。嗯，这个头发，有朋友说这个头发我乐死了，这头发有什么可乐的？我很搞笑吗？我觉得很帅气啊。就有点扁而已，没事儿，无所谓了，不能，唉，也没必要，没必要时时刻刻都那么的，对，反正就是对，就是你现在看的就是那种有给你一种邻家小伙儿的感觉，此时此刻我就你邻居啊，你早上出门去那个散步的时候碰到你邻居啊。啊，但是你邻居也不会画的跟我像这个烟熏妆跟鬼似的啊。上舞台可以，但现实当中画成这样也挺吓人啊。对，就是不能每天呈现的样子都是那种一个艺人的状态。我也说实话，你们也容易疲惫，我也累，嗯，我也累。有朋友说有歌还去吗？有歌时间不行，后面时间不行，所以我就可能不去了。因为前面那个就好不容易也是串了时间去了，然后后面因为后面工作已经排满了，后面工作基本都是满的，每一天都有事儿，每一天都有工作，就是所以，要不你想想，朋友们，你是这样的啊，朋友们，有的时候你可能在网上看了说，哎，今天宁哥有这个活儿，明天有那个活儿，后天有那个活儿，那些都是我默默的干的，一个一个干出来的。然后对啊，所以我还是得对，跟忙不忙没关系，就是还是得工作嘛。上次有朋友不说了吗？工作快乐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？开玩笑，就是还是得工作嘛。啊，工作使我快乐，当然也要快乐的工作了。有朋友说：“宁哥，你洗脸是亲自洗吗？”嗯，洗脸是亲自洗吗？算亲自洗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一般不洗。比如说酒店那个枕头是白色的，早上起来就是被我脸上妆蹭黑了，就不洗。直接不洗，就靠这个，就是自然卸妆法。有其实也不算，就是在睡梦当中妆就没了。嗯，我朋友说开推和地球一块儿录吗？哎，现在还有一点问题呢，开推和地球时间撞了。不是全撞啊，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时间撞了，录制时间，然后不知道，管他呢，总有办法解决吧。嗯，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，录制时间有一点撞，因为都是第一季度就要录，然后地球也马上就要录了，地球很快就开始录了，我看前两天网上已经有消息了。
我说宁哥，你用什么卸妆？用卸妆油吗？我现在是个，你看你，因为现在我这个妆容这么重，所以你觉得哥们儿是个美颜，不是美妆博主是吗？跟我分享一下卸妆膏用什么卸？有朋友问我戴美瞳了吗？我眼睛太小了，戴不进去。上次我那个化妆师Q 啊，他几度想让我尝试，他几度啊，开始说哥那个要不试试美瞳啊？我说不戴吧，他说你那很多艺人都戴，戴完就是挺好看的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也算个新造型。我说不戴。过了一阵儿，他们说我们下去逛街的时候买了一个美瞳，这个美瞳尺寸可小了，你可以试一试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说我不是，我害怕，我这胆儿太小了，我胆儿特别小，特别害怕，我怕给我眼睛弄坏了。我眼睛因为我眼睛特别好用，今天就是因为我视力就是还比较好，然后就像今天演唱会最远的那些朋友，虽然我看不清你的脸啊。但是你挥荧光棒的速度，我一下就能看到。虽然你可能你觉得我离你很远，但是我看你挥荧光棒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就能看得很清楚。有人说，宁哥把拉链拉开吧。你是不是以为是午夜档一开，你以为我是擦边男主播啊？咱不是邻居吗？刚才不说是邻居吗？你邻居都这种的，天天光膀子跟你俩见面那种的邻居。有朋友邻家大对啊，邻家大哥哥天天跟你光膀子聊天。气氛怎么刚，激动怎么样？打开，让梦照进窗台。我们有朋友说去了快乐，有朋友有朋友说你去宽窄巷子了吗？没去啊，没去啊，没去啊。没出去溜达，这次来成都哪也没溜达啊。来看演唱会，基本到看演唱会的城市，就是有点匆忙啊，就有点匆忙。每次就是有朋友喝火锅吧？你看我嗓子都这样了，还吃火锅？不吃火锅了，不吃火锅了，保护嗓子嘛，因为我后面录音的工作特别多，录音的活特别多，所以就把月光打开，让梦照
经常。要不水瓶那个抽奖送了吧？这个瓶子啊，就是饮料瓶，有什么可送的？你是收破烂的吗？你是收破烂的，看到瓶子你就受不了，你要攒瓶子出去卖是吗？这瓶子也有抽奖送了。我无人机看了吗？看了，我在网上看的视频，那天还有直播呢，我看了一眼啊，感谢，就过个破生日，然后让你们这么的那个用心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谢谢各位了，屏幕有点小，看不清打字，主要是。有朋友问我明天回北京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别瞎打听好不好？你要暗算我，你堵我去啊？我出现的频次已经够高的了吧？有没有邪恶计划蒙？没有什么邪恶计划啊，没有邪恶计划。哎，就是我刚想说个事儿，后来先算了吧。因为我说了无数遍了，没啥用啊，就是觉得特别的无语。杭州我不知道，后面反正演唱会后面我不知道杭州是几号，我真的脑子记不了那么多事儿，抱歉啊，我等回头那个啥，回头就是请关注刘宇宁，工作室，请关注刘宇宁工作室，他们会告诉你们的啊，什么都我不能什么都太过脑子不太行，没有，最近就是有点儿累，有一点儿累，就是唱歌这件事很矛盾啊。
你不吃饭呢，我这人是这样的哈，就是比如说我开演唱会或者我要录音，我一定得吃饱，否则没劲儿。因为唱一半的时候，因为唱歌需要很多的力气，你看似我在唱歌，但其实你身体要你要绷着肚子也好，或者身体要控制也好，因为嗓子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机器，所以呢，就是你需要身体状况很好，所以你要想唱，你要能演唱会盯下来，你就得吃饭，你吃饭呢，你就得吃主食，你不吃主食，你光吃菜也不太行，所以呢，你又要减肥，然后又要唱歌，所以两个东西就很矛盾，然后会导致我最近就是吃的也不少啊，然后呢吃的不少呢，然后又要控制，反正就在矛盾的过程当中啊。你们要总喊腹肌，腹肌，腹肌，腹肌一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就是到底怎么样呢？不知道，反正我看看，我就极度的抽空去健身什么的吧。这一回我真的得好好健一回了，就是我之前说过无数次要健身，我一般都健一段儿，然后差不多了我就停了，我就后面我就不管它了，可能特别病态的去让自己瘦起来啊，或者是肆无忌惮的去吃啊，但这一回我觉得得好好练一回了，有朋友我说我健身，有朋友问我去哪儿练，回头我把健身房地址发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到楼下给我应援去啊。等我到时候会发在我的微博上，然后把具体地址给你们，然后我去健身的时候你们去给我应援啊，你们给我加油。录个 vlog 好，等我健身的时候给你们录个 vlog，回头那个啥，回头给你们剪个视频啥的，我到时候录一个吧。本来没打算录，但是你们说的话，我想说那记录一下也挺好的。行，之前录了一个不是吗？之前不是录了一个吗？但是后来没有什么展示成品，因为后面也没练出个4、5、6来，所以就是没展示啊。没有，就是还是要，我觉得就是，咱直播间可能很多朋友跟我年龄相仿啊，或者比我大一点，或者比我小一点，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呢，一定得健健身，一定得健身。健身真的，我说的健身不是说你跑跑步啊什么的，就是你做点力量训练。上次已经讲过了，做点力量训练，然后真的会让自己年轻，哦，年轻，就真的会让自己年轻的。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做力量训练。因为我知道很多艺人都有在做健身什么的，其实就是为了保持状态嘛。有朋友说行，好的，OK，做瑜伽也可以的。有朋友说女生做瑜伽我不了解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吧。但是做力量训练可以，做力量训练就举哑铃啊，做深蹲什么之类的这种的，对，抗阻训练说的对，这很专业，抗阻训练，阻力嘛，就举哑铃啊什么的这种的，有朋友说哪天等你训练的时候，那个直播咱们一起呗，健身给你们看，我所有的生活都得分享了，现在是吧？
行，我想琢磨琢磨吧，琢磨当一个好玩的一期直播，等我再练练，等我练练。也不是看看串儿呗，就是你经常戴的那双凤眼啊，经常戴的那双凤眼。黄色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吗？这个，很多朋友说是蜜蜡啊，不是蜜蜡，是别的东西。因为我不太喜欢蜜蜡，我之前那个玩过蜜蜡，我当时还玩原石呢，自己去磨皮什么的。也不是琥珀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黄翡，肯定有朋友懂啊，就是翡翠嘛，翠是绿色的嘛，翡是黄色的嘛，但是也不贵哇，不贵啊。我可以抱着你。你是在卫生间直播吗？没错，在卫生间直播，因为这个环境比较的封闭，让我有安全感，然后也比较安静。在厕所直播呢？怎么是你要借用我的厕所吗？有朋友说卫生间有点大，还好吧，后面连着个衣帽间呢，这是酒店，在酒店里边。这样有氛围嘛，对吧？卫生间里边有氛围嘛？是的，就是很温馨。换个词儿，有氛围有问题吗？卫生间里有氛围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，氛围很好，后面插的花呢，没看到吗？然后今天有清工，我就不清工了。他们工作人员他们去吃一口，我就不去了。然后因为我比较今天有点累，所以就不去了。有朋友对隔壁打起来了，我不用跑那么远，隔壁打起来就是一转身就到了，就可以去劝架。嗯。
我今天有笑声吗？没有，今天纯手机，啊，纯手机播的。但是我就觉得这种直播让我有点不太好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就觉得好像这个直播不太正式。我的直播一定那种高清摄像头，然后各种那个音效，然后让你们觉得不一样那种的各种灯光，不适应了是吧？偶尔来一回，偶尔来一回这样的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不条件不行嘛。出门在外的就没办法将就一口啊，吃口得了啊，朋友们，吃口得了。今天有点干呐，你看这朋友们，这就是你看啊吃过好东西，就从俭入奢容易，从奢入俭就有点难了。看过我那么丰富的直播，再看一个这么简陋的，他觉得有点不适应，有点简陋了，没有笑声，也没有音乐，音乐声音也不给力啊。平时嫌音乐吵，今天就觉得音乐好像也没那么吵了。有朋友说干了自己笑，对，如果你们觉得有点干，你们自己在家自己笑，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就自己笑，给我配气氛，你就不会觉得干了，哦，你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说的每一句话就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一句话，就没问题，啊、有朋友说行不行了，坚持不住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你们困了就去睡，我也差不多了，我也差不多就收了然后那个你们也一会儿赶紧也休息。我主要是因为每次直播完了不，每次直播完了，每次演唱会完事儿了都得播一会儿嘛。我想说就是得怕没有，就是想播一会儿嘛。然后因为在演唱会上答应各位了，那回来就播一会儿，明天不上班，明天周几啊？明天周一啊，周一不上班吗？对啊，周一上班不是吗？又上学的。有朋友说我上班，上班的朋友赶紧去睡觉吧，我也差不多快下了，我也快下了，等回去回去得忙活几天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给各位就是那种来一个那种好一点的直播，也不是好一点，就是家里那种直播，家里那种正儿八经麦克风、正儿八经设备的那种直播。我说宁哥你打耳洞了，是当年非主流的时候打了耳洞啊，你不会因此嫌弃我吗？你不会因此觉得我这个小伙好像不太行？也不是很酷，酷什么酷？别学这些没有用的啊！现在不戴了，日常也不戴，没有，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为了造型会戴一下吧，但基本上因为电视节目是不允许的，不允许戴男生不能戴耳钉、耳饰这些东西，对，电视节目，所以就基本不戴，网络节目可以。打耳洞疼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忘了，很小的时候打的，我不建议各位去啊。我朋友老大，你很久没有去迪士尼了，还真是。
是因为我现在有一点儿，因为上次去迪士尼其实有点儿怎么说呢，就是会给人造成麻烦，我不是说我多红啊，跟红不红没关系，我也没多红我就是一个小歌手、小演员。但是问题是因为我本身你知道吗？别人可能可以藏一下，但我个儿太高了，太明显了，我太显眼了。就是我走在人群当中，打个比方，其实我是那种啥呢？就是哪怕我不是艺人，看旁边过去个柱子，很多人也愿意回头看一眼，觉得，哎呦，这小伙真高啊！我小的时候也听，就不是小的时候，就我没出道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话，因为我就是个儿太高了，跟电线杆似的。你可能平时看我舞台，你没有什么直观，但你真的站我旁边的那一刻，你会觉得真的是觉得很高。哦，你就是本能的话，也不是说就是觉得很帅，跟帅没关系，就是觉得一个电线杆子，一个柱子过去了，嗯，刘铁柱，刘铁柱还行，就是那个感觉一个柱子过去，所以大部分看到我一个电线杆过去，觉得这人怎么这么瘦哇，这跟杆子似的，就会看一眼。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也是最近国民度上来一些了，国民度稍微就是就是朋友们火了，朋友们啊火了，对，然后就会有人围观啊，就追着你拍，拍完之后你就造成拥堵啥的，会影响其他游客的一个体验。所以就比较的那个，不想给人添麻烦，所以我也没想着去哪儿玩。嗯，有朋友说去国外玩，我又比较懒，不过那个啥，不过我们是录地球嘛，地球不是去国外嘛，所以那个节目对于我来说还挺开心的录的，因为它是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出去，旅游，去旅游，然后跟一帮熟悉的朋友，然后跟一些特别好的人去一块儿去玩儿，一块儿去体验，然后又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快乐，我就觉得挺好，挺开心的，对。所以第二季也可以快开始录了啊，第二季开始录了，也得赶紧录了，有朋友说马上快考试了，担心自己考不好。考试你都这么晚了，还在看我直播，你能考好吗你啊？你赶紧要不复习去，要不睡觉去啊！你能不担心吗？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，平时我演出，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，我也会紧张，但也分歌。比如说今天的歌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度啊，或者是全程有几个地方我怕到时候不稳，我就会紧张。但如果今天这个歌呢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轻轻松松，就是不是轻轻松松，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稍微舒适区里，我就不会紧张。你不也是吗？你说明你就是复习的还不够吗？你复习的够，你觉得这考试轻轻松松，什么考试来，那你就肯定不会紧张了。那就如果你紧张，就说明你还是没那么十拿九稳嘛，对吧？人家都考上了清华，回头你考上了地瓜，跟你宁哥一样去干厨师了，那你不得多憋气啊？我就学的厨师嘛，你跟我要干同行，去好好学习啊！我就是以前就是我以前大家都知道，我以前卖过烤玉米，在街边摆过摊儿卖烤玉米，人家都考上清华，考上北大，我考上了玉米，烤玉米1块钱1磅，
卖很便宜，但我当时进是3毛钱一包进的，10块钱仨，你那啥玩意儿？10块钱仨，你那太黑了，10块钱仨你是真黑啊！好吃吗？嘎嘎好吃，嘎嘎好吃，所以现在物价不一样了，是开玩笑，现在很贵，玉米也很贵，10块钱仨还黑，也还行，也还行，不黑，挺划算的，我当时反正就是因为我当时进那个玉米是有进3毛5的，稍微大点的是4毛5毛，进一包，然后回来烤完卖1块，但现在10块钱3个肯定是划算的啊。有朋友问为什么会有2个手机？就是意思宁哥为什么拥有2个手机是吧？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？为什么有2个手机？我是富二代，你能听懂吗？富二代，没办法了吧？我跟我没关系，我爸妈有钱，我富二代，可不可以？有朋友说我也2个手机，你也富二代，牛，很厉害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有朋友说我也对，是你们都有2手机，厉害厉害，富二代，什么东西呀、什么东西呀、有3个呢，3个那就属于就是那种老总了。衡量一个人家庭条件是有几个手机来衡量的吗？啊，哎，回头不能有人说我炫富吧？拥有2个手机，澄清一下啊，朋友们，这个我手里用的这款橙色，然后虽然是橙色，但是我贴了个银色的膜啊，橙色的 iPhone 17就17还是16，我忘了，我脑袋。这是 iPhone 17是吧 ？iPhone 17 Pro Max 橙色1T 版本，朋友们，你们看似它是很贵啊，17是吧？但是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透露一个天大的一个秘密啊，这个呢手机呢，不是我买的，是苹果人送的，哎，送的，2T 版本啊，2T 版本是人苹果送的，不是买的。我自己买也不太舍得，2T，说错了，有朋友说宁哥让他送我一个，我个人要的手机都给人下跪了，你说我是吧？我艺人都得给人帮你要一个，我俩关系就是你感觉是人是我哥们儿，我说那个哎哥们儿，那个我朋友啊，那个在我直播间跟我说让我帮他要个手机，你给一个呗。我哥我想要一个，有朋友说我也下跪，为个手机下跪，你什么？有朋友说还有新的代言吗？
拉了。就算有也不能告诉你们，那么保密嘛，拉了，刘宇宁拉了，拉，纯拉，保密啊，回头会有的，就先因为没事儿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会有了，我当然我也不乱七八糟的都接嘛，就还行，我就少接点就挺好的，我看那个酷狗那边哐出 Demi 的那个什么物料啊，Demi 物料哐往外出，我的天呐，真行。傻狗有傻福，也不傻，人家，有朋友说半夜少喝点水吧，容易肿。我是艺人，你会比我更懂吗？我们就这帮人就靠着脸活的了，肯定要比你这个，因为明天没工作嘛，明天那个啥，不用上镜，所以就没那么多注意的东西。可以放松，可以在唱了一晚上演唱会之后，可以喝点水的，否则这活着也没啥意思了。唱了一晚上演唱会，嗓子就是已经就是磨破皮了都要，然后喝点水，说不行，明天被肿了，那我这一人干的意义是什么？有朋友说，那你给我传授一点变美的秘诀，我都在寻找这个秘诀呢。我也想变得好看一点，我要会还能告诉你，我还能等到现在。我说打针上场直播不是说了吗？别听那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发现我说了点什么，第二天那个各种号都在发。虽然不是黑我，但是好像这个东西感觉就是不太好。有朋友怎么这么白？就是很多朋友在寻觅变白的办法嘛。变白很容易啊，变白就是其实是就是你平时要注意一点东西就行了。想要变白的话，其实非常容易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在这个给自己拍照的时候，把美颜拉大一点，把美白开的大一点，或者你选一个滤镜叫做美白滤镜，或者是叫什么，就是那种牛奶皮肤滤镜，就把那个滤镜一开就可以解决了。其他的不用去思考，该晒太阳晒太阳，健康为主。但只要是把美颜的时候参数，你再把白的那个参数拉高一点就好了，就可以白。再加上就是平时呢，就是就是摄像头别太清晰。当然，平时要注意护肤啊，护肤是一定要注意的。比如像为什么你当然光脸白不行，你得身上也白。
对不对？你所以身上需要护理，就需要就是在洗完澡之后身上进行一些护理啊。咱们这块呢推荐那个欧蕾，好不好？欧蕾这一块就是身上有那种身体乳什么的，抹一抹，护肤，这样呢会抗衰老，你的皮肤不容易出褶皱、出纹路，你可以滋养皮肤啊，由内到外就会滋养它，滋养的皮肤健康，它自然就白皙透亮哦，朋友们，然后包括呢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平时穿衣服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衣服上，如果你衣服洗不干净，身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菌直接接触你的皮肤，包括一些贴身衣物，你会很容易让皮肤变得不好的。所以呢，朋友们，咱们碧浪这一块洗衣液啊，就是非常的权威，洗得非常干净，而且又有那种非常清香的味道，让你一天的心情都很好。所以呢，就是平时的，就是想要变白。第一是欧蕾这一块身体乳要经常抹一抹啊，然后呢，包括这个衣服贴身衣物要用这个好一点的洗衣产品啊，比如碧浪，强烈推荐，好不好啊？有朋友去京东买，没错啊。你要朋友们要是想囤点年货啥的，一定要上京东啊，好不好？一定要上京东去买，非常的就是第一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，靠谱。第二是呢，送货很快啊，就是发货非常的快啊，就很容易很快就收到啊，而且很多那种优惠福利，就是没那么多套路，直接低至1折，低至1折，哎，有朋友说怎么能不掉头发？有朋友说怎么能不掉头发？像我平时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妆造，比如说演唱会，头发就会就是喷很多的胶，然后就会干枯啊、毛躁啊，会引起一些头皮上的不健康。所以呢，朋友们，如果你那个什么所以呢，就是有一些就是头皮问题的朋友们，可以去选择使用海飞丝啊。海飞丝这一块呢，就是护理头皮健康，它是非常权威，拿捏这一块啊，朋友们。所以里边有很多特别棒的一些就是那种营养成分，可以让你的头皮很健康，然后呢，去屑没烦恼那种感觉，就是很轻松、很清爽。所以朋友们也强烈推荐，如果说你看你光白也不行，你头发也得健康啊，对吧？头发健康，那就得使用海飞丝啊，使用海飞丝，海飞丝在哪儿买？有朋友说我没有这个烦恼，你什么烦恼？就是你不用喷头发、打发胶是吧？你不用去造型是吧？你平时不烫头什么的，可以啊。但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，不要出现问题的时候再解决问题。很多这个头皮问题啊，是防患于未然啊、就是你在这个时候，你就让它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，你以后就会很好。哎，有朋友我看动漫吗？看，我肯定看的，我肯定看动漫，对对，看，但我看的不多，看的比较少，就是比较主流的我会看，第一是柯南肯定是看的，我就是喜欢看柯南嘛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柯南迷，这是一定的，都知道柯南，喜欢柯南，然后火影看过，火影没看完，但是大部分看了，然后再看那个死神看了，
然后前一阵我给大家推荐那个给大家看那个推荐那个《赌博默示录》，你们看了吗？好几季，一共好像3集，有一集是专门攻克那个深渊那个，有一集是有点像那个游戏那个《赌博默示录》，你们看了吗？那个，你们如果没有时间看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那种找那种剪辑号，你们可以就是他就把最精华的给你剪出来，大概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就把那一部都看了。赌博默示录挺好看的那个。看过真人版，对，真人版有那个就是弹珠机那个嘛，我也看了那个。鬼灭之刃我一直想看，但是没看。然后还有那个寄生兽也看了，寄生兽也看了。然后动漫还有啥？刃牙也看了，但都是看剪辑版的。刃牙可能就是女生可能不太喜欢。一拳超人看了1集，然后但是不知道那个我好像没看，后面我忘了是因为啥没看了，我就看了1集，大概知道一拳超人是啥。海贼王我真没看，好多人给我推荐海贼王，说一定得看，但是我玩那个游戏之前出了个手游，海贼王手游，我就玩了一阵儿，还充了不少钱呢。后来玩了几天，就是跟人 PK 竞技场打不过人家，就不玩了。海贼王，但是那个游戏我玩过，海贼王是真没看。怪奇物语看了，怪奇物语我都是看剪辑号，我也没有看完整的。怪奇物语我看了。蜡笔小新也肯定看过，但是后面都没看了，小的时候看过。咒术回战我没看，但我听说过，我大概知道，因为我那个平时总会看一些游戏相关的东西，然后游戏里面就有咒术回战这个游戏，然后我也知道咒术回战是啥，但1集都没看过。国漫看吗？国漫只看过一个，也不是一个吧，就是那个应该叫荣耀吧，那个。不叫全职高手啊，全职高手不是叫荣耀，全职高手，我只看过那一个国漫。全职高手看过，对。不良人呢？不良人我看过，就是我都是片段式的。我主要因为有他，就是他很帅嘛。然后那个各种那个，就是我看了一点点吧，但是都是片段式的那种的，但没有从头追到尾。不良人，那个还真是什么呢？那个就是，哎，算了，这样说好像会遭受别人的攻击。算了。巫山五行我知道是啥，但是我没看过。但是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动漫，然后也很打斗什么都很帅。虽然在我印象当中他的画风是比较的那种，就是中国传统式的那种画风，但是他那个打斗画的非常好，就很带劲，而且包括后面的那个配音啥的。国漫我还看过一个《苍兰诀》，忘了。国漫我看过《苍兰诀》，朋友们。必须看过，我肯定看过，而且我看过原稿呢，得看的那个，就是我在配音的时候，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个，
我配音的时候是那个，它整个都是那个动画没做完呢，全部都是简笔的那种的，就是哇，我看到也蛮震撼的。你光简笔就那种简易的那种画，已经你能感觉到很震撼了，对。死亡笔记有看过真人版的，看过。有朋友说宁哥《苍兰诀》还有续集吗？我不知道，动漫那块我不太清楚。然后这一次也是很早就说那个第二季还有九渊，然后让我去配一下，我就配了。然后但是其实戏份很少，我配九渊那个一下午就配完了，就是戏份很少嘛，因为基本你们看的都知道戏份很少。有朋友我插不上话都没看过，你看我刘宇宁直播就行了，看刘宇宁直播就可以知道很多的大家都在玩的，大家看过什么东西？无耻之徒我没看过，是动漫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是漫画还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没看过。有什么好的漫画推荐吗？其实我不太懂的，我看的其实真的很少，给你们推荐我肯定不专业，你们可以找那种专业的人给你们推荐。但是如果说你说国产剧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推荐点剧，就是比如说，你看宁哥，我最近没剧追了，我看什么剧？你可以看看那什么，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棒的一部剧啊，我非常喜欢的，叫《一念关山》，还有一个叫《书卷一梦》，还有个《折腰》也不错，非常不错啊，包括那个《朱帘玉幕》，很棒。国产剧当中，我觉得这4部剧是我看过，反正我不知道，我看的就是很开心，我看的时候很开心，就是觉得很有代入感。我看老有代入感了，朋友们，就是很有代入感。包括做自己的光，哎，就很有代入感。不知道就是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影视剧你看了就会给你造一个梦嘛，或者是你跟着这个里边的这些表演者去共情嘛，我就很能共情。是的。有朋友说宁哥你玩王者吗？当然玩啊。有款游戏越来越年轻，就是手机王者荣耀嘛。你没听过这歌吗？玩的肯定玩啊。有朋友说打辅助吧，没有，我是那种，我是玩吕布玩的比较多，吕布玩的多一点。玫瑰什么时候播啊？玫瑰重生是吧？玫瑰重生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播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因为是很惭愧，因为那个戏大家好像都在等着啊。因为那个戏我戏份很少，我一共24集，我就100来场戏，我就100来场戏，就是其实是非常其实不多啊，就100来场戏。那个，所以大家就到时候就是等上了，大家多多支持，去看看我的现代戏吧。但是已经拍了很久了，2年多前了，我现在都进步很多了。如果演的不太好，各位多担待啊。因为那是，
我现在可能进步了嘛，我人就是这样的，你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再去听我半年前录的歌，我就觉得好像唱的没有现在好啊，我会说这种感觉，对，嗯。对，它是一个不知道，反正到时候大家多支持吧，啊，去看看那个《玫瑰丛生》，也快上了，应该不会很远很遥远啊。有歌就去一期嘛，我就去一期，因为后面没时间了，我确实是没有时间去了，而且音综也不能老参加，我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每年是这样的，我前一阵就在想，我会不会有一种，综艺去的有点太多了，就我会想啊，因为我会想，我就会想，综艺是不是去的有点多了？新年快乐，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跨年了啊！对，我就在想，会不会综艺有点多？因为我之前一年就一个综艺，基本上，一年是一个，然后比如像开推，开始推理吧，那个是我基本是一年一个综艺，就只录一个嘛，开推，然后。因为它是为什么开推我会一直参加呢？因为我对这个节目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绪吧。因为第一季，然后那个当时人家找到我的时候，其实说实话啊，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深刻，我当时参加节目的时候呢，大家其实对我其实不是很了解，大家对我不是很了解，因为就是他不知道我什么性格。没跟我接触，所以当时节目组也很负责任，然后他们特意，当时我没记错，应该我在横店拍戏呢，他们导演组专程飞到横店，就是跟我见面一次，聊一回，聊一聊，就看看我的人状态怎么样，适不适合这个节目嘛。而且他们当时还给我出了几个问题呢，比如说，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是说，哎，那我想问你那个，如果你看到一个 NPC 的表演非常的。就是那种夸张，或者是那个就是有点假，你会怎么样？当时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，真的面试啊。然后我说哦，我本能回答的，我说我会选择相信，我会选择相信，我会选择投入，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他当时也算一个小小的面试嘛。但是我也不是标准答案，我是因为我不知道人的标准答案是什么，因为我没录这样的综艺，所以我就正常的按我的本能去说，因为我演戏的时候也遇到对手演员演的特别假，当然我演的也一般啊，我演的也很差，但是那你得继续演下去啊，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对啊，我演的很差啊，我演的很差，对，所以就是我就这是本能嘛。然后后来就是，然后整个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项目很好，很好。然后我当时一说，很过瘾啊，很好玩。但是因为当时不是那个什么嘛，那个特殊时期嘛，我们那个11号公寓那么大个楼，花了好多钱去改造，结果后来录制不了了，我们直接回到长沙了。说实话，那一年其实那个节目是赔钱了。第一季开推其实是赔钱了，因为它整个录制非常不顺利，花了好多钱，然后结果没录好，没整好，但是里边的人大家都很开心，玩的都很开心，对，那个时候，然后后来就说，哎，搞第二季嘛，投资很大，当时那个节目其实抱以很大的希望，搞了那么大个大楼，多牛啊！在一栋楼里录，专门给我们那个节目，全是个报废的楼，老厉害，老好了。结果后来因为那个特殊情况，我们去不了去录嘛，后来就白费了，后来就说，哎，等录第二季，结果这第二季等了2年啊。一般节目都1年1录嘛，不是1年1录嘛，对吧？然后那个节目足足等了2年，然后问了以前的成员，有一些就不参与了嘛，不参与，然后于是就找了新的成员来。当时我们3个，我周慧宇、白宇，我们仨属于那个
属于就是上一季的嘛，然后又来了2位热巴和林赫，他俩来了，所以给第2季开起来了。第2季开起来了，就是反正就是因为第一要磨合嘛，第二也要摸索新的玩法嘛。然后包括第2季具体就不说了，第2季录完了，然后又第3季录完了。就是我会觉得，在我心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不是说因为我是元老或怎么样啊，只是说我对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在这儿，我就对他有一些感情，对他是有一些感情的，所以开推如果他要邀请我，我就基本都会去录的啊，我是这样的这个开推，所以我一直每年只要他开了，我都会去。因为我觉得我是看着这个节目从不容易到现在可以开得起来，因为你们可能作为观众来说，你们会评价这个节目不好笑，那个节目没意思，这个节目不好。当然你们是观众，你们有这个资格，但是作为我们算是从业者，你一定知道这个节目开起来有多么不容易，或者是你去能够把人凑齐。去搞这么一个项目有多么不容易，是多么希望跟大家见面的一个不容易。当然这个也没有不容易了，只是说我们个人工作上的一些不容易，当然没有你们不容易不是说那个意思，只是说我们在做的事儿和你们在做的事儿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想促成一个东西嘛。对，所以开推呢就是这样的，如果他开的话，我会去，我会一直去只要他邀请我除非实在没时间除非实在没时间，我就可能会缺席一下但是因为我对他是有情感的嘛。对，然后还有综艺就是地球嘛地球超新鲜是去年刚录的一个节目。地球超新鲜刚录的一个节目呢，去年第1季，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结果，大家都在摸索也好，磨合也好，然后就把它开起来了，把它开起来，然后没想到去年播的还真不错，播的不错，但是我总能看到一些好玩的事儿就是综艺就是这样的，我跟你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也是观众，我也平时也刷手机，我也看网上的东西，就综艺节目我没有特指任何我只是说一个现象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莫名其妙的，就是每个综艺都有综艺粉丝嘛，综艺的粉丝，比如说地球有地球的粉丝比如说有人说，哎，地球超新鲜不好笑一点意思也没有，不好笑没意思，就第1期好笑，后面不好笑。那个有一帮朋友就说了那什么不好笑，我看挺好笑的，我看很好玩，我乐得嘎嘎的。然后呢，几个现在有这个跟地球可以，就是地球赛一个新节目嘛就是都互相拉踩，跟其他2个节目，那2个节目什么名我就不提了有一帮人说那些节目不好笑，有一些那帮节目的这个粉丝说地球不好笑，然后呢就是这种的，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好笑的，没有好不好笑，都很好玩，只是说各取所需，但是没有我们作为尊贵的观众。我们可以选择看与不看我们没必要说白了替谁卖命。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朋友，我就觉得很心疼你们，你们是尊贵的 VIP， 尊贵的观众，你看什么你获得快乐就好了，你没必要出门气的出征，替他去拉踩别人，或者是提防别人的拉踩。其实都是各取所需，就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火锅，有些人喜欢吃川菜，有些人就喜欢吃东北菜。都可以这就是市面上这么多菜系，你吃哪个就吃哪个，你没必要你吃了川菜，你说东北菜一般，没必要，你们是尊贵的顾客你们没必要就是反正是这样的是这样的，你们是最尊贵的，没有观众这个综艺啥都不是所以但是我看到这种现象，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就想说，我每次看到这种，我就觉得都很可爱这些人然后今年可能开推要录，地球要录，然后可能就这2个综艺，我就在想，后面有音综开，我肯定会录音综嘛，比如说那个原计划如果录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如果他邀请我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再去收一批歌嘛，因为我是歌手嘛，音综肯定是得去嘛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就是对。天赐对，还有天赐，
是天赐上一季人说天赐其实很好，人家导演组非常的好，就是其实他在之前每年都会，因为我前几年都在拍戏嘛，他们其实前几年那些一统啊，又跟我们团队也很熟，就说那个都会来问一下，就说哎那个小宁有没有时间啊？天赐。然后前几年我在剧组拍戏，我在剧组拍戏就没有精力去搞音乐上的东西。然后今年去参加了一些天赐，但是也是因为时间不行，我就去了4期还是5期，我忘了啊，5期吧，应该是去了5期。对，天赐也如果今年开，他要是需要我，或者我有这个资格的话，我可能不知道啊，到时候再说，也是看时间，因为很多综艺不敢提前定啊，因为他还没到录的时候呢。那比如像现在那个地球和开推快录了，那近期的这个档期我是能够去定一下的，对，我就在想会不会综艺有点录太多了，但是又是感觉都是不能割舍的，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原因了嘛，地球第1季我也不是说不能割舍啊，我这人就是可以的。地球说句实话，地球少了谁都能转，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对了，少了我地球也会转的，但是我会对。就是我这人就是有点这种感觉，就是我对这个节目会有一些投入自己一些小小的一个情感，就是觉得好像哎，人家邀请我了，我作为这里的一个嘉宾，我好像就该去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，但是其实是不好的啊。这地球少了谁都会转，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的，如果这个任何的节目少了我，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没有什么，只是说咱家这帮朋友就是，可能就是要想看我的嘛，就可能觉得如果到时候再看地球的时候，发现没有宁哥，你就会可能看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的兴奋嘛。当然也会支持这个节目了嘛，对吧？也会支持地球嘛，就说这个意思嘛，对。哎，正好放到这个歌了。有时候没有你的节目就不看，那 OK，那是你的选择，没事儿，无所谓，都可以。你想看就看嘛，书卷会有二梦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行吧，差不多了，朋友们，我也你们戒断也戒的差不多了啊，陪你们聊了1个半小时，那行了，如果此时此刻，朋友们，我是一个擦边主播，怎么擦边主播说的什么呢？我是一个等一下，说的什么鬼话 ？OK。我是一个歌手主播啊，唱歌的主播。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，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。那下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就能见到了。那在这里呢，也感谢所有朋友的陪伴和支持。这一夜有你们真好，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。那咱们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咱们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